畜，打死你！你这个心肠歹毒的东西！冉冉可是你妹妹，你连她都害！我不是被养妹推入海中淹死了吗？这里是我的18岁成人礼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被养妹诬陷的那一天，利润又翻了几十倍呀！啊，来，这沈家的一切都只会是我的。好酒！你们看，沈玉掉海里了！救命！活该呀！这种妹妹死了最好。不管她，一个只会生孩子的赔钱货，让她自己游回去。开船！沈冉，你夺走了我的家庭，夺走了我的生活，夺走了我的命运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只要你不死，我就永远只是养女。只有你死，这假的才能变成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的这么惨吗？因为我有个本事，能让别人听见我的心声。什么？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被我的心声给骗了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你沈玉是一个贱人，是一个婊子，是一滩烂泥。你好狠，好毒！没错，我就是毒，所以这最后的赢家是我呀，姐姐。放开我！放手！放手！沈玉，来世再见。你往生日蛋糕里放芒果，害得冉冉过敏，畜生！我今天非要打死你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既然真心被辜负，那这一世我要化身恶鬼报复回来。我没看错吧？大小姐抽了董事长，这还是那位讨好家人、放弃尊严的乖乖女吗？畜生！你个小畜生！沈玉，你疯了吗？害你妹妹，打你亲爸，你还是人吗？前世的我真蠢，手握最大股权，居然为了讨好这些人放弃了一切。你们说我在蛋糕上故意放芒果陷害沈冉，请问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没有证据吗？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我以为你们有证据呢。我看到了，芒果是姐姐偷偷放上去，但我不敢说出去，毕竟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不配得到啊。这是沈冉心声，我居然能听见心声，有趣，实在有趣。你这个小畜生！贱人！刚才是我大意，这一次我非得要弄死你！给你脸了！竟然打了他！你还敢打我？有什么不敢？这一巴掌打你是非不分，黑白不辨。这一巴掌打你不思进取，
自私狭隘！呀！这一巴掌打你虎毒食子畜生不如！爸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沈玉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沈玉，你好狠的心呐！这可是你亲爹呀！有错就该打，这是爷爷说的。我们养你17年，还不如养一条狗。你养过我吗？当年你们嫌弃我是女婴，无法传宗接代，就把我丢在乡下。若不是爷爷，我已经死了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在说什么？小畜生，你给我住嘴！怎么给你脸了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反抗我！我知道，你们厌恶我，是因为爷爷把集团30%的股份给了我。以前我为了亲情才讨好，不然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放屁！沈玉，你怎么变得如此恶毒啊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恶毒。1个月后，我兑现股权之时，我会和你们断绝关系。所以在这期间，你们最好乖一点，否则我随时让你们滚蛋。早就听说姐姐要掌权，完了，以后爸爸妈妈要被欺负死了。没错，绝对不能让这个臭丫头反客为主。哼！来人，这个贱人谋害亲妹，草菅人命，给我抓起来，送进监狱！草菅人命，这不是诬陷吗？以沈家的体量，就算是诬陷，假的也能说成真的呀！你们没听见吗？动手，抓人！看来你把我刚才的话当作耳边风了。耀叔，事已至此，动手吧。你竟然还敢跟那个老东西打电话？你是想夺权吗？沈家的权本就是我的。谁敢欺负大小姐？耀叔居然来了，他可是集团元老，权势滔天的。就算是沈总，也要对他礼敬3分。耀叔是爷爷留给我的一把刀，既然重活一世，除了复仇，我更要借势扶摇，掌权，弄潮。大小姐好，大小姐好。大小姐，若有人欺负你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我分分钟灭了他。耀叔，您搞错了，是沈玉打了自己亲爹呀！大小姐刚才打了你？是啊，这个小畜生连着打了我4巴掌啊！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耀叔，你混账东西！你这张脸怎么有资格接大小姐的巴掌？大小姐，以后这种脏活交给我。无妨，顺手的事儿。诸位不必惊慌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请看一场戏。要说，冉冉说她芒果过敏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，是真过敏，还是想栽赃陷害。把这个给他灌下去！不要！过敏是会死人的，我真的没有陷害姐姐。沈玉，你今天要是敢动她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真的？没错，从此以后你没妈了。不许反悔。
要说加大药量。动手！遵命，动手！胆敢阻拦者，打断他的四肢！是。不要！救我！救我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姐姐嫉妒家人们喜欢我，居然做剧害我。爸爸妈妈，我好怕呀！哎呀，你呀，你非得要把冉冉害死吗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以前我和他说断绝关系，他都会跪地求饶的。还以为我是那个卑微的沈玉，给我灌！会死人的！冉冉冉，没事吧？冉冉，我的冉冉啊！为什么又失败了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还不快把你们的宝贝女儿送去医院？再晚一会儿，可就露馅了。你个畜生！你简直就是无法无天！快把人送医院！哎呦，好惨啊！沈冉，这一世，我不仅会剥夺你的一切，还会挖出你身上的秘密。大小姐，您的手脏了。大小姐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既然是我沈家人，闹大了也不好收场。哼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那就把养狗的地下室空出来，搬进去吧。什么？让爸妈住狗窝？狗东西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玉儿，爸妈老了，不能住那里呀。看来你们是忘了沈冉进门的时候亲手把我赶进地下室的事。你太过分了。有药树在这儿，我也不好发作，再忍忍吧。诸位，今天的戏好看吗？大小姐的手段确实厉害。雷厉风行，有勇有谋，佩服。那么各位，1个月后见。届时，我将以集团最大股东的身份，重塑格局，建立新的秩序。啊？什么？大小姐竟然要重组集团？这太吓人了吧！这还是那个乖乖女吗？各位，我宣布，宴会结束。是，走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忘了谁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？抱歉，你们不准进入内部区域。你放屁！这儿是我家，按照合同，这里是沈玉大小姐的家，你们是外人。什么？这个小畜生，难道真的要把咱们赶进地下室？看来这沈玉是真打算跟咱们断绝关系了。那怎么办？没了他，我们会少一大笔钱的。老头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冉冉高考失利，要去国外交建校费呀！我有什么办法？有本事你也找药叔啊！哼。不过今天玉儿的确反常，你们说咱们会不会是真的冤枉他了？冤枉？放屁！沈玉那个贱人就是没有素质的一个小畜生。这白眼狼天生就是坏种，早知道当初就该掐死他。你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稳住他，然后夺取股份？
不怕，还没到1个月呢。目前这个家还是咱爸说了算，咱们有的是办法跟他鱼死网破。暂时不用，这丫头就是贱骨头，今天闹情绪，无非是想引起咱们的注意呀。那就再哄哄他，让他做一个摇尾乞怜的狗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医院来电话了，说叫咱们赶紧去医院。一定是冉冉病危了，咱们赶紧去。冉冉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沈玉这个小畜生。走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复仇，更要借机掌权，重振家族。大小姐，今日宴会上，您这首一石二鸟太精彩了。表面上惩罚了沈冉，但实际是在诸多商界大佬心中立威，为重组集团做铺垫。要说，你确实聪明。也就沈北良那些眼盲心瞎的人才会不知道您的好。既然他们不珍惜，那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。小姐，沈北良一行人去医院了。备车，去医院。是。这场戏太无聊了，我要去给他们添一把火。沈玉，这个贱人！我的心声怎么不管用了？以前只要我释放心声，让爸爸妈妈站在我这边，沈玉就会摇尾乞怜的。医生，我女儿芒果过敏怎么样了？沈总、沈夫人，你们的养女沈冉没有过敏症状。什么？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没过敏啊？不好，芒果过敏的事露馅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沈月，等我出院，我一定弄死你！爸妈，我没猜错，咱们误会玉儿了。这么说，这段时间一直是冉冉在诬陷沈玉，这个混账养女！不好了！2号房的病人要跳楼了！2号房不好，冉冉要跳楼了！快走！快！别冲动！不要过来！冉冉，不要啊！妹妹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我的好女儿，你不要吓妈妈！爸爸妈妈，哥哥，我不活了！你们让我去死吧！哎，冉冉，千万别冲动啊！我不是芒果过敏，可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其他东西过敏？完了，爸妈肯定以为我在陷害姐姐，我还是死了算了。冉冉，我们不会怪你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你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是啊，冉冉，你下来，妈求你了啊！是啊，你放心，我们永远会陪在你身边的。冉冉，对不起，哥不该怀疑你。真的？真的？原来这就是家人们，家人们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。当然是真的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。咱们一家人就应该团团圆圆的啊！来，快下来！那我现在下来。你个逆女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来关心妹妹啊！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
你这是要跳楼？啊！沈玉，你不许再欺负冉冉！畜生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还是跳下去，反正姐姐也不喜欢我，回去以后也会欺负我。你想从这儿跳下去？什么？他居然知道我心声，他能听见？我帮你。啊！冉冉，冉冉，冉冉！冉冉！爸，救我！妹妹，不是想死吗？怎么不舍得了？我可以死，但是我舍不得哥哥们，可舍不得爸爸妈妈。女儿，爸爸来救你，爸爸不会让你受伤的。反正掉下去也摔不死。你们要是不救他，我可以允许你们搬回去。什么？我们不用住地下室了？可是冉冉会没命的呀！哎呀，冉冉那么孝顺，肯定会体谅咱们的。这就是我的家人，满口亲情，实则最为自私。爸爸妈妈，哥哥，难道你们要抛弃我吗？哎呀，糊涂啊！冉冉掉下去，不死也残了。对，快，冉冉！刚才吓死我了！冉冉，没伤到哪儿吧？啊！哎呀，我没事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这不怪你，都怪沈玉，是他在挑拨离间。人呢？肯定是畏罪潜逃了呗，怕咱们打他。无法无天，残害妹妹不说，还在这儿挑拨离间。走，回去找他。应该是错觉吧，我的能力从未失声。大小姐，刚才为何不直接将那沈冉废掉啊？要说，你可知那沈冉有一项能力？哦，他能让别人听到他的心声。什么？心声？难怪沈家那些人会被他蛊惑。大小姐，那咱们接着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他逼到绝路，挖出他的秘密，利用他掌控沈家。您是要把沈冉当做棋子？不，沈家所有人都是我的棋子。妖叔，我需要你准备一队雇佣兵，另外收集这2家的黑料。政坛马家、商贾谢家，都和沈冉有关。这些人都是沈冉在学校用心声利用蛊惑的同党。明天他一定会让这些人害我。好一个沈冉，如此歹毒，我这就去办。记住，为了冉冉的股份，见到沈玉要忍耐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他一个跪下道歉的机会。哼，我就说沈玉会跪下求饶吧，你看，连饭菜都提前准备好了。这丫头就是贱，骂2句才知道摇尾巴。行了，人吃饭，冉冉都饿坏了。谁允许你们上桌吃饭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饭菜不是为我们准备的。你们的饭菜在身后。什么？
狗食？狗食？你狗食？陈玉，我们可都是你的家人，你居然让我们吃狗食！你这个贱丫头！本来我想对你好一点，现在看来你就是欠骂。不想吃就滚！真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？你们所有的日常用度都是记在我的账户上。这沈玉以前为了得到我丁点母爱，恨不得跪地磕头，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？爸妈，你们别和姐姐一般见识，我那里有每天为大家准备的补汤，我现在就去端过来。好，你看，还是冉冉懂事，知道心疼家人。还是我们的妹妹好啊，不像某些人。就是不像某些人养不熟，还想渴望得到母爱。我呸！我的爱以后都给冉冉。上一世听到这些话，我肯定心如刀绞，跪地祈求，然后把一切都拱手让出。但现在，我只觉得可笑。爸爸妈妈，汤来了。还是我的乖女儿啊，每天1碗补汤，从来没有缺过。只有这样的女儿啊，才配得到我们的爱。来来来，喝汤喝汤。哎呀，这汤怎么是臭的呀？臭的。冉冉，这汤你是怎么炖的？王妈，我不是叫你看好火候吗？哎呀，二小姐，我哪会炖汤呀？以往都是沈玉大小姐偷偷帮你做好的，今天大小姐没管，所以才臭了。啊？什么？这汤是姐姐炖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补汤药是沈玉煮的，他怎么从未提起过？对，因为大小姐想帮二小姐融入沈家，所以才主动把功劳让出来。大小姐一直默默爱着家人。你这个贱丫头，倒是有些良心。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，去准备补汤吧，然后再给冉冉道个歉，我可以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不用准备，我这儿有现成的。那还不快去端！沈玉，你干嘛？咱爸要喝汤，你怎么牵2条狗过来？没错，就是喝汤，狗尿汤，喝多少接多少。你个畜生！你居然让我喝狗尿！沈玉，你大逆不道，快跟爸道歉！爸妈怎么生了你这个白眼狼？要我说，早点送到精神病院去。你个畜生，贱货！这么多年，你们吃我的、用我的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鸠占鹊巢、翻身做主。要说，大小姐，既然这些人不识好歹，那就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都拿回来。你放屁！这屋子里什么东西是你的？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？干什么？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哎呀，你身上的衣服刷的是我的卡。沈玉，你给我等着！畜生，你竟敢如此对待你哥哥！你以为药叔在，我就不敢动你吗？哎呀，你的手表、外套、鞋子都是我买的哎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个当女儿的，给家里花点钱怎么了？你反正也是个赔钱货，以后嫁给别人当狗。你说的没错，把这些人全都扒了。哎，住手！你要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
哎，我衣服，不是，畜生！你个畜生！大小姐，按照消费记录，他拿着你的钱做了硅胶垫胸，这个我取不出来。什么？你的胸是假的？我都摸了22年了。那不也是为了满足你的兽欲吗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哎呀，沈玉，你这么做不怕天打雷劈遭报应吗？报应？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你们的报应。疯了，沈玉真的疯了！你个小畜生，你除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博取关注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别急啊，我给你准备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从今日起，沈家众人待遇和狗等同。从今日起，沈家众人待遇和狗等同。什么？你别走！跟上！你这个贱！老头子，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没事吧？这个沈玉太过分了，他都被气晕了。这个小畜生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居然被姐姐折腾成这个样子，可惜我只是养女，只能多陪陪爸爸妈妈了。还是我的冉冉懂事啊！爸爸以后不认那个沈玉，只认你。没错，冉冉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至于沈玉，除非他把股份送出来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他。对，我们一定要给这个沈玉好好的教训一顿。他为了博取我们的爱，玩得太过火了。重获新生的感觉真好。站住！见到哥哥不知道问好啊！昨天没抽你，皮痒痒是吧？你算，不跟你计较。这些项目方案今晚必须得做出来，要保证这个月的利润翻倍。这样啊。这样才对呢。只要你好好的表现，以后我还可以叫你声妹妹来可怜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妹妹？沈玉，你居然敢忤逆我！好啊，以后别想我再叫你妹妹。求之不得。怎么回事？以前沈玉不是最怕我不叫她妹妹了吗？前世为了这所谓的亲情，我帮沈凌成为商界天才，最后自己却死在冰冷的海水中。这一世，我绝不愚蠢。还真以为离了你沈玉我就不行了吗？星海药业新药研发，投资10个亿，利润翻倍。不错不错，这个项目我投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文件准备好了。保镖呢？已经埋伏在学校了。不错，局已经布好了，就等沈冉自己跳进来了。我的豪车呢？我的王妈呢？王妈，王妈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您忘了吗？豪车和王妈都是大小姐的，现在呀，她不想借给您了。什么？那我怎么上学？喏，那儿还有一辆。
沈玉，给我等着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看这样怎么样？这个动作，来，这样。哎呀，冉冉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不会又是沈玉那个贱人欺负你了吧？你们别误会，姐姐她对我很好的。为了姐姐能留在舞团，我不能把她欺负我的事情说出去。沈玉这个贱人，果然欺负了冉冉。你对得起沈总夫妇的养育之恩吗？前世就在今天，我被沈冉用心生陷害，沦为全校耻辱，最终被赶出技校，身败名裂。姐姐怎么不说话？难道是因为昨天打了爸妈心虚了？我还是劝劝爸妈，别跟姐姐断绝关系了。什么？沈玉殴打亲生父母，要被沈家赶出家门了？哎呀，活该！这贱人以前没少借着自己身份装逼，现在报应来了呀！哎呀，姐几个，反正这沈玉都要被赶出沈家了，你们不觉得她那张脸很讨厌吗？何止是讨厌，简直是令人作呕！就这还被称为校花？我呸！走，咱们刮了她的脸，给冉冉报仇去。沈玉，你斗不过我的。沈玉，你平常不是挺会装成大小姐的吗？现在怎么成一条落水狗了？你真可怜，你说什么？被人当枪使还不自知。妈的，你拽什么？你不就长得比我好看，学习比我好，跳舞比我强，还获得什么全额奖学金？除了这些，你哪点赶得上我？疯了！沈玉疯了！快报警！报警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沈玉，我一定要让你牢底坐穿！坐牢？这里面都是监控，我就算把你打残，也只是正当防卫。监控？哪有监控？就你这脑子，还替人出头啊？你脸都花了，人家屁事没有，蠢货！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以暴制暴。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！沈玉，别欺负冉冉，有种冲我们来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别忘了，我沈玉就算断亲，也是沈氏的股东，跺跺脚就能踩死你。你是沈氏的股东？蠢货，继承法都不懂就学人装逼，滚开！你算你狠！沈玉，
快住手！快住手！快放开冉冉！你要再不住手，我让你永远失去我！我就知道你最怕失去我了，每次都会跪着求我别走。傻逼！你怎么敢拒绝我？你不是要为了沈冉去死吗？来，往这儿搁，狠一点！我保证你3分钟内必死。奇怪，以前只要我开口威胁，沈玉就会服软，现在怎么不管用了？你不怕失去我？那你一定要滚远一点，长得跟个癞蛤蟆一样，多看一眼我就倒胃口。你居然嫌我丑！纠正一点，不是嫌你丑，是嫌你恶心。你欺负我！我前世居然把这货色当青梅竹马，眼光真烂。沈玉，你废了！老师正带着沈总夫妇过来问罪。我也给我爸打电话了。沈玉，你欺负冉冉，这个事情你必须付出代价。今天事情闹这么大，就算不把你送去少管所，也要让你滚去进校。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各位同学，所有人去校长室换上校服，快！爸妈，哎呀，乖女儿啊！女儿，你的脸是沈玉弄的？对，就是他。小远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贱人，敢动我女儿，老娘让你偿命！沈夫人，我这个人呢，报复心强。昨天抽了你老公，今天我不介意抽你。小畜生，我是你亲妈，连我你也想打？一个生物妈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主宰生杀大权，对我予取予求了。别忘了，1个月后咱们就断绝关系。我当初生你都不如生一条狗。你的好狗啊，在你身边。你妈，姐姐怎么能骂我是狗呢？够了！你们要是管不了孩子，我替你管。沈玉，家婷婷的脸是不是你划的？还有我们家小远，你也欺负了。没错，你女儿的脸是我划的，你的儿子我也骂了。无法无天，小远是你青梅竹马，你连畜生都不如。贱人！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！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！威逼无辜，校园霸凌，该进监狱的人是你们。放屁！哎，各位，大家冷静一下，我这儿有监控。有监控你不早说，快点放出来，让我看看这个小贱人怎么欺负的婷婷。沈玉，你平常不是挺会装成大小姐的吗？现在怎么成一条落水狗了？马家怎么有你这个废物？被当枪使了还不知道？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沈玉，这个暴力狂，沈爷爷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残害手足，畜生不如！多管闲事。看来这是个误会。沈总、沈夫人，我们误会什么误会？没看见我家冉冉被打了吗？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冉冉挑起来的呀。不是我，放屁！明明是沈玉这个小畜生故意设局陷害我女儿。没错，像这种垃圾就该开除，转去技校当一辈子鸡。这素闻沈总夫妇爱养女胜过爱亲你，现在看来果然如此啊！爸爸妈妈还是太善良了，姐姐可是把婷婷的脸都划烂了。哼，转学可不够。今日之事，虽然我家婷婷有错在先，但谁允许这个贱丫头划伤她的脸了？那马总，你有何高见？马总，哎呀，马总，
一报还一报，我要沈玉这张脸下毁了。我没意见。像这种女儿，以后没脸出去见人了。马总，动手吧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。别，马总，不可呀，马总！慢着，各位，咄咄逼人的时候，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？这江城以前是我爷爷的天下。来人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滚出去！这里可是校长办公室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。他们是我从战场上聘请回来的雇佣兵，只服从于我。拜见大小姐。所有人听好，敢在我面前嚣张的人，长嘴！是。太可恶了！姐姐威胁爸爸妈妈也就算了，谢叔叔和马叔叔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呀。沈玉，别以为我们怕你，在座的各位谁缺胳膊少腿，对你也不好。对，以暴制暴，对你也没有好下场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打死你们确实不值。既然你知道，那还不赶紧跪下道歉，滚去绩效！所以，除了这些雇佣兵，我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们。这什么？打开看看，这里面是关于你谢家的黑料。我保证，随便一件爆出来，你谢家必灭。这居然都是真的！爸，你别被姓沈的吓到了，他就是我他绝对不敢的。爸，你打我，我恨不得打死你！大小姐，刚才我多有得罪啊！我这个儿子确实脑瘫，你别在意啊。惹了本小姐，抽2个巴掌就想蒙混过去？你当我沈玉没脾气啊？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拿出谢氏3成股权，拱手相让。3成？老谢，你疯了吧？3成股权，这小贱人她也配？爸，你冷静一点，大不了我多给沈玉一个道歉的机会。我发誓，他只要肯跪下来求我，我肯定原谅他。别讲！爸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你在大小姐面前，你连屁都不是，你还敢仗着往日的恩情胡言乱语！我今日不打疼你，我谢氏必亡！谢氏必亡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大小姐，是犬子愚笨，3成的股份我必双手奉上啊！看在我爷爷对你的情分上，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多谢大小姐，多谢大小姐。完了，姐姐拿到了谢氏的股份，肯定会将爸爸妈妈赶出去的。想办法对付这个小畜生，我们让他做大。我知道，谢董认怂了，但我马家可不认怂。我马家世代从政，我就不信你能抓到我们的黑料。我确实没有马家的黑料。那就别怪我马老三跟你们沈家刚到底了。马志，纠正一下，沈玉现在和我沈家可没什么关系了。
哟，刚才还一口一个亲妈呢，这就没关系了？还不是你惹的祸！打了冉冉，就算谢家能饶了你，我也会让你牢底坐穿。老东西，再敢多辱骂大小姐一句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你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喊非礼了！废物！马志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收拾了马婷，没动谢远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看来啊，你们马家比谢家更好收拾。我这个人喜欢捏软柿子。你放屁！你可知我马家在政界排名靠前，根本不是谢氏这种暴发户能比拟的。大小姐，我们谢家确实不如马家呀。站在你们的角度，财确实不如权，但是站在我的角度，财是自己的，权是别人赐给你的。什么意思？蠢货！打开你面前的文件。什么？江南新统领继位，我们居然一点都不知道！你们马家以为自己在江城如日中天，殊不知早就被人设了局。等上面来人啊，肯定会治你一个不敬之罪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消息的？你不会以为我爷爷在江城纵横62年靠的是莽吧？大小姐，你能救我吗？能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讲究公平。不孝女，给大小姐道歉！以后大小姐让你吃屎，你都不许犹豫。我不想，玉姐，对不起。大小姐，以后你一句话，我马家所有资源任你调用。这才像话吗？好妹妹，接下来要跟你算账。姐姐好可怕，连2位叔伯都压不住她，爸爸妈妈肯定也管不住了，以后一家人都要被她欺负死了。冉冉别怕，有爸爸妈妈在。小畜生，就算你用下三滥的手段威胁谢家和马家，但对我也不管用。今天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。你还有什么手段？王校长，把这贱人给我开除了。您就别为难我了，我哪敢呢？那我沈家退股，到时候看你怎么跟董事会解释。沈夫人，我哪敢呢？不过，您身为他们2个人的监护人，您有权选择一个转学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决定把沈玉送去技校，让他一辈子都烂死在底层。沈夫人，你太狠了！大小姐要是去了技校，这辈子就废了。没错，那可是全市最烂的地方，多胎怀孕、霸凌欺辱，屡见不鲜。可惜了，要是沈老爷子多活2年，这位沈大小姐一定会扶摇直上。现在却要被亲妈给玩死。妈妈，你不能这么做，姐姐的成绩可是全校第1，送去技校会毁了她的。冉冉，你心太善了，今天老妈我就要为你出这口气。没错，冉冉，有爸爸妈妈在，哼，这个小畜生，他不敢再欺负你了。嘿嘿嘿，爸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大小姐说了，谁都不许放肆！你个小畜，沈玉，管管你的人呐！他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你信不信？我今天啊，不仅不会转学，沈冉还要当着全校的面给我道歉。什么？你让冉冉给你道歉？你发什么疯？没错，我们是你的监护人，有权决定你的命运。王校长，我的要求都听见了吧？去照办。
什么？让我办？哎呀，沈玉同学，是我无能为力。你会答应的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当年学生跳楼的时间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我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会吧？连校长都屈服了2份文件，1串数字，正好对应这里的3方势力。这位大小姐的心思缜密，恐怖如斯啊！这就是重生的优势。今日之事，我早做好了对策，能办吗？那，我这就办。沈总、沈夫人，沈玉的转学申请我拒绝。另外，由于沈冉故意挑衅，惹起事端，他将受到严重的处分。啊！你说什么？王校长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得罪我们沈氏的后果吗？我已经决定，要么沈冉公开道歉，要么我将他开除。滚去技校！学生跳楼的事情绝不能曝光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大小姐到底做了什么，居然能让校长付出这般代价？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佩服，实在佩服啊！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姐姐一定要踩死我吗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不行，冉冉，你放心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还好有妈妈在，妈妈最好了。王校长，你这样处理的方法我不同意。你这样，我们沈氏要退股了。除非沈玉同学答应不追究，否则我绝不妥协。小畜生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和解，让王校长撤回处分。滚开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，嘿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还是不是人呐？连你亲妈你都敢动手！姐姐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妈妈只是想要一个和解而已啊！刚才要处分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和解啊？我情急之下忘记了。巧了，我也忘了。我先走了，记得让沈冉深刻检讨。沈玉同学，请放心啊，对于这种败类，绝不姑息。哎，大小姐，3成的股份明日送上。知道了。畜生，畜生啊！而且啊，沈玉还小，那3成股份要不先转给我，我先替他代持。算了吧，你这个眼瞎心盲的东西，连沈家真正的天命凤女你都不认，反而去疼那个司机的女儿。没错，这样的沈家，不出3年必亡。你胡说！走！哎，没一个好人的你们！难道我真的错了？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乖女儿，妈妈没事，没事就好。今天咱沈家的脸丢尽了。我的好妹妹这么怕去技校啊？如果姐姐真的舍得，那我去技校也没关系的。沈冉，你是什么人，我一清二楚，别在我这里装白莲花。姐姐，我可是你的妹妹啊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当做敌人呢？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从来没有把你看作是对手。
你在我眼中不过是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虫子。你现在给我道歉，否则不要！我现在就道歉。沈玉同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挑拨同学关系，更不该污蔑你。我刚才打听了一下，前几天沈玉的成人礼上，这位大小姐借着打压养妹的机会，给了所有宾客一记下马威。那场成人礼我有事没去，但我也略有耳闻。今日之事，沈玉表面看似在反击沈冉，但实际上是利用沈冉夺咱们的钱与权。什么？这大小姐心思居然这么可怕？不然你怎么解释她会提前准备好文件？可怕，真是可怕！若这位大小姐能掌权，沈家的崛起注定势不可挡。哎呦，我的冉冉，怎么能受这般屈辱啊！老婆，咱们是不是真的错了？错在哪里？没看到冉冉被打吗？没看到那小畜生当着他们的面欺负咱们吗？可是今天，那个谢玄和马志还有校长，可都站在了沈玉那边呢。还不是因为那个小畜生会耍阴谋诡计，不像咱们冉冉，温柔善良，没有心眼儿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当然了。老公，咱们不能再纵容沈玉了。今天他能拉拢谢家、马家，明天就能联合董事会把咱们赶出沈氏。老婆，你是说咱们也得找个盟友？没错，最近老大投资了星海集团的新药研发，预计利润翻倍。哎呀，星海集团根深蒂固，若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定会轻松赶走沈玉啊！霸气，就喜欢我老头子运筹帷幄的样子。哎呀，原来这就是复仇的感觉，真让人沉迷。今天的事算是一个教训，再有下次，我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刚才他们送来的情书，直接烧掉。是。这沈玉有些奇怪，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好对付了。看来是时候使用第二项能力。哼，我说前世败得如此彻底，原来沈冉还有第二项能力。不过这能力每次使用都要消耗20年寿命。不管了，消耗寿命，预知未来。居然是预知未来！哦，我感知到了。3天后，9月20号，星海药业新药上市。太好了，如果能抓住这波机会，我必能入驻董事会，在沈家掌权，届时便能轻易碾死沈玉。难怪前世的沈冉会执掌沈氏，若是从前的我，确实斗不过。但抱歉，我重生了。大小姐，您这第一步立威，第二步拉拢盟友，距离您掌权沈氏越来越近了。火候还不到，接下来我要董事会对他们彻底失望，剥夺他们的权利。大小姐已经有计划了。3天后，9月20号，星海药业将会上市一款新药。我要你暗中收集他们涉嫌人体实验的证据，将其一举覆灭。覆灭星海药业，与沈冉有什么关系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
根据前世的信息，沈冉虽然利用星海制药赚了1000亿，但那款药品其实存在着巨大隐患，只是一直没爆雷。我可借此布下陷阱，让沈冉飞蛾扑火。等着吧，沈玉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把你顶替。走开！看什么看？滚开！走，爸妈，我的乖女儿，哎呀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放心，冉冉，妈肯定给你出这口气。我没事。对了，爸妈，你们想不想夺回沈玉的股权？你有办法？当然。什么？你说星海药业研发的新药能10倍回报？哎呀，冉冉，这可是咱们重获董事会承认的机会，可不能马虎呀。其实我是一个投资天才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告诉家人。啊，你还会投资？爸妈，你们看，这是我以前做过的一笔投资。30万投资，回报6000万。哎呀，高达100倍的回报率呀！没想到我的乖女儿还是个投资天才呀！这回你们相信了吧？信，肯定信。我决定给星海再追加50个亿。什么50个亿啊？这么高的回报率，梭哈，200亿！太好了！等咱们成功获得董事会的欣赏，非让沈玉那个小贱人付出代价。孩子们，来喝一个，来，坐下。哎，王妈，怎么回事？谁允许他们上桌吃饭呢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说了，他们不听。那这些菜，那些奢侈品，全都是挂在您的账上。好的很。给你们10秒钟，滚回地下室。你，再把今天花的钱全部补上。果不其然，姐姐开始欺负家人了。以后这沈家，姐姐才是老大。畜生！你放什么狗屁的？我们吃你的东西，用你的钱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就是，女大不中留，这钱我们不花，以后你也得给别的男人花。沈玉，吃你2口饭就唧唧歪歪的，是不是这2天给你脸了？看来你还没有认清你自己的身份。哎呀，贱人，你疯了吗？你皮是不是又痒了？信不信我家法伺候你？我们可是家人，你怎么能对家人说出如此恶毒的话语？再过1个月，咱们就要断绝亲子关系了。谁和你们是家人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现在就打死你！爸，老公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不好，爸的高血压犯了，快叫医生啊！医生！妈妈，大小姐，同样的饭菜再上一份，我饿了。是。爸。医生，我老公怎么样了？老爷，这是因为情绪激动而引起的头痛，这次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要注意调理。如果下次再犯的话，就说不好了。姐姐真是的，竟然把爸爸都气出病了，真是太不孝了。不，老爷的高血压已经有20多年的症状了，经常会出现头痛、恶心、抽搐、呕吐这些状况。哦，对，确实有这件事情。之前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用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。
这个沈玉，明知道爸有病，还故意气爸，这是要把人逼死吗？老爷子之前的病能好，全都是因为大小姐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因为沈玉？怎么可能？他恨不得把爸给气死！我不可能骗你们，当初老爷饱受折磨，大小姐于心不忍，是她自学医术，日日夜夜给老爷调理身体，这才抵住病魔。这丫头也是有心的，咱们之前是不是对她太过分了？大小姐，要不您来试试？我是学西医的，不懂针灸按摩。让他最爱的养女来吧，我没有行医执照，爷届时再告我一个无证行医。你个小畜生，居然眼睁睁看着亲爹遭罪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你的良心呢？良心嘛。喏，喂狗了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那你塞回去啊！你要气死我呀！妈妈，你千万不要再和姐姐吵架了。要是你也被气病了，咱们这个家就真的要散了。是啊。好，妈妈知道了。幸好有你在。要是指望某些人，恐怕早晚都要被气死。真是倒胃口。王妈，大小姐，帮我打包送到书房。是。你个小畜生，你给我站住！老婆，老公，怎么了？我在想，自从冉冉进门后，咱们确实对她冷落了太多。爸，你瞎想什么呢？你对姐姐已经够好了，要不是你，姐姐怎么能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上圣瑞大学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已经在学中医了。我的好女儿，有你在，爸爸欣慰多了。喂，药叔。大小姐，星海药业的资料已经全部收集完成，咱们何时出手？不急，我要让他们从天堂跌到地狱。要是前世，现在的我肯定担心的要死，但重生一世，我已不再是之前那个懦弱的沈玉。站住！让开！我要见沈玉，我要见我女儿！你给我走开！沈北凉，他来干什么？让开！我要见沈玉，我要见我的女儿！我可是沈玉的父亲，赶快给我让开！这位先生，大小姐的吩咐，外人不允许踏足二楼。外人？哎呦！那你们把沈玉给我叫出来，就说我现在很难受。大小姐特意交代过了，若老爷犯病，请老爷马上去医院，别死在他的屋里面。什么？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嘿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哼，生病了知道想起我，说两句服软的话就想让我下跪，怎么，我看起来很贱吗？
刚才是沈玉。哼，看来大小姐是真的不想见你，请便吧。她这么不想见我，也就是说，她现在不是在置气，她是真要断亲。总裁，星海的那笔投资已经抽掉20亿。20亿？不是200亿吗？董事会拒绝了，他们认为风险太大，到时候出现问题，沈氏会伤筋动骨啊。什么？一群老顽固啊！我要你动用总裁的权限，抽掉100个亿，然后再发起私募，筹集100个亿。你确定吗，沈总？我调查过，他们那款药存在隐患。哼，别人贪婪，我恐惧；别人恐惧，我贪婪。冉冉既然说能挣钱，那就肯定能挣，加大投资。知道了。沈玉啊，没了你，我还有冉冉，他比你更快。哼。大小姐，刚才得到消息，沈凌搞了200个亿投资星海新药。看来在沈冉的干扰下，沈凌已经上头了。哼，狂妄自大，沈氏在他们手上必将覆灭。可不能小看沈冉，咱们这次要是不插手的话，这一次他们绝对会赚得盆满钵满。幸好有大小姐在。您是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咱们第一步已经杀了沈冉的锐气，逼出他的底牌。这第2步就是要重创整个沈氏。只要沈氏遭受重创，大小姐便可趁乱夺权。答对了，我的目标从来都是整个沈氏，收拾沈冉不过只是顺手。大小姐真是越来越琢磨不透了。老主子，您后继有人了呀。大小姐，沈总又来了，还给你带了礼物。沈北良这是要干嘛呀？切，他老毛病犯了，没人伺候他，想用一些小恩小惠让我鞍前马后的服侍他。切，孩子都没了，他跑来送奶了，早干嘛去了呀？他可能以为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沈玉呢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。沈玉，沈玉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沈玉，沈玉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无趣。哎，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上次那事之后，我好好想了想，我心里还是有你的。啊，沈玉，沈玉，陌生人不准靠近大小姐。我是陌生人？睁开你的狗眼睛看看，我是你们大小姐的青梅竹马。你就算是一条狗，没有大小姐的允许，狗都不能近身。你，沈玉，沈玉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绝情？哎，哥们儿，先来后到啊！想跟沈女神表白要登记。什么？登记？想跟沈同学表白的，先在这里登记。我，不是，这合理吗？好，就这个动作，
到时候第一排前3个同学先坐，然后第2排后2个同学再坐，不要抢拍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怎么办？姐姐说要报复大家，偷偷往水瓶里投毒，大家都要被姐姐害死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哼，这沈冉还真是不死心。还是婷婷姐好，每次都是她帮我。贱人！贱人！婷婷姐，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？闭嘴吧，你这个挑拨离间的婊子！我没有挑拨离间啊！还在装是吧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跟大小姐动手？要不是你，我马家又怎会遭受屈辱？琪琪，你快帮我跟婷婷姐解释一下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姐姐背后还说琪琪是个婊子呢。别，我只是个小富二代，受不起你的挑拨。连你也觉得我在挑拨吗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大家都不傻。昨天那事儿确实我们一开始上头了，但事后仔细想一想，大小姐平时待人和善，又怎么会欺负人呢？就是。你没来盛瑞之前，大小姐可是一点丑闻都没有，反而你来了之后呀，大小姐的黑料可是满天飞啊！你们说奇不奇怪？要我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料，全都是这个贱人造谣。我没有造谣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相信我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撒谎是吧？大小姐，我们要打她，你别插手。要闹事出去闹，别打扰我练武。好嘞，把她带出去。走，沈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沈玉，放开我！沈冉使用预测未来，每次需要消耗20年寿命。想要彻底打败他，就必须不断地逼他使用预测未来，直至他的寿命所剩无几。这样，他就无法预测我的动作。真是个贱人，真不要脸！干啥呀？你还会干啥？滚吧！真不要脸！贱臭婊子！滚！我的心声怎么不管用了？难道沈玉真的能听见我的心声？女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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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神！沈玉，你个贱人，有本事弄死我！他能听见，他一定能听见我的心声。他能听见，他居然真的能听见我的心声。大小姐，给你个任务。您说。学校的追求者太多了，我需要私人空间。明白，放心吧，大小姐，我会帮你处理掉这些跟屁虫。好险，差点就露馅。没听见吗？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也对，心声释放可是我最大的底牌，怎么可能被人发现？这沈玉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难道我要第2次使用预知未来吗？大小姐，刚刚在学校怎么就走了？不是要偷听沈冉来确定他的计划吗？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越想越气，我必须让沈玉付出代价，消耗寿命，预知未来。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早就在沈冉身上装了窃听器，只要沈冉说话，我就能听见。大小姐不怕他用心声？放心，只要没有外人，他是不会轻易使用心声的。他这能力，我就不信没有代价。大小姐果然心思缜密。嘘，9月20号晚上，黑帮大少聂天罡车祸重伤，太好了，机会来了！这沈冉当真气运通天，居然还真能预知未来。等我先利用星海药业赚到钱，再去救下聂天罡。这样一来，我不仅有钱，还有权，届时就能轻易的捏死沈玉。这沈冉还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接触黑道。他自己活得不耐烦，这是要拉上沈家陪葬吗？这聂家什么来头？被誉为江城地下皇帝，手上沾了不少血。看来沈冉这是连番遭受打击，已经疯了。这聂家不是善茬啊，稍有不慎就要赔上性命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将计就计。沈冉既然敢利用黑道，那咱们只需要收集好证据，等他自取灭亡。这沈冉打死他也想不到，任他怎么挣扎，都逃不出大小姐的掌心。进。大小姐，外面来了一批陌生人。做什么的？听说是沈林拉来的投资人，准备投资明天上线的星海新药。哦，下去看看。第3号投资人注资10个亿。沈总，您确定现在入局星海药业，明天能发大财？那是当然，赚不了钱，我请你们过来干嘛呀？怎么作证啊？那个，冉冉，大哥，你找我？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亲妹妹沈冉，也是我们沈家最厉害的投资天才。哦，不对呀，你们沈家的投资天才应该是沈玉大小姐呀，不是二小姐呀。就是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沈家这些年的投资决策都是由那位大小姐做的。沈玉不过是在我的指导下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什么？大小姐的成绩是你指导的？没错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冉冉身上，冉冉才是我们沈家最适合的继承人。那请问这位二小姐她又做了什么成绩呢？冉冉可是用20万赚回了6000万。啊！大哥，你就别捧杀我了，这些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成绩罢了。什么？20万赚了6000万，整整翻了300倍！如果是真的，这位二小姐确实有些恐怖了。当然是真的，各位，这次投资星海药业的决策就是我妹妹亲自做的决定。能赚多少？至少10倍。这10倍，10倍利润，这也太恐怖了。没错，我沈家已经投入了100个亿，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带你们一起发财。那有这机会，那干嘛你不自己吃？要不是董事会不允许我继续动用集团的资金，怎么可能轮到你们？那你们要抽多少？不多，4成，但要提前支付。提前支付？你口气很大，你可知道
如果亏了，你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怎么可能？有我妹妹在，怎么可能会亏钱？沈离，你好大的口气！这就是沈大小姐吧？传闻她跟沈家闹掰了。是她，看这架势，估计是真的。小畜生，滚回你的2楼好好待着去，下来凑什么热闹？这是我家，不是你家，该滚的人是你。行，我不跟你掰扯。今天这个事情跟你没关系。怎么跟我没关系？我也是沈家人，你亏了沈家的钱，就是亏我的钱。亏钱？怎么可能？到了明天，我会让你跪在地上好好感谢我。没错，明天沈氏的100亿就会变成1000亿。1000亿，1000亿啊！各位投资人，你们觉得这话可信吗？我觉得嘛，倒也可信，因为这款新药我研究过，它是可以治愈抑郁症的。而且沈二小姐也证明了自己的眼光。没错，我也认为可以赌一把。这就对了，各位放心，等过了明天，我会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。真是好言难劝，想死的鬼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敢怀疑冉冉做的决断？我不是怀疑，我是怕你们输得太惨。怎么可能？有冉冉在，怎么可能会输？我告诉你，等我们明天挣了钱，你就算跪在地上乞讨，我也不会给你1分。乞讨的人是你吧？你别忘了，你们能住在这里，都是我给你们的赏赐。如果我是大哥，肯定要趁机逼沈玉签下对赌协议，收回全部股份。好主意。沈玉，你敢不敢和我签个对赌协议啊？谁要是输了，就把股份全部献出来。股份？你们沈家人全部的股份加起来都没我多。那除了股份，我还可以给你钱。没兴趣，你的钱呀，还是留着给这些人赔偿吧。毕竟你很快就要赔光200亿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么好的机会就要错过了，大哥还是太保守了。站住！如果我真的输了，我就把集团总裁的位置拱手让出来。我对你总裁的位置没兴趣，但如果你非要赌的话，我有个提议。说。除了你的股份以及你总裁的位置，我还要你给我下跪。什么？给你下跪？你也不怕折寿？怎么不敢赌？笑话！必赢的赌局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赌就赌，等会儿我就把合约给你送过去。哼，2个蠢货，还以为我是从前的沈月，殊不知我早就挖好了陷阱。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我是觉得能赚钱。哥哥，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？这沈玉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难道你不相信你自己？不可能，我的能力从未失手，毕竟什么？没事，反正哥哥你相信我，我的能力绝对不会失手。那不就妥了？沈玉这次必败无疑呀！各位，还有谁要投资的？我投。要说，大小姐，准备动手。是，我这就联系有关机构，只等大小姐一声令下，保证在最快的时间内摧毁星海制药。我不仅要你摧毁星海制药，我还要你连同沈家一同摧毁。您不打算执掌沈家了？刚才我忽然意识到，沈家早就已经烂了。
与其夺回来，不如推翻重建。啊，先破而后立，大小姐有魄力。所以我需要药叔为我注册一家公司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新公司的名字就叫玉皇集团，注册金额100亿。二位开始吧，咱们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二位陈总，请入座，请入座。各位好，我是星海药业的总裁，鄙人姓叶。今天是我们星海抗抑郁神药1颗0上线的日子。这里还是要感谢沈氏提供的200亿资金支持啊！叶总，区200个亿啊，不值一提。我们沈家有钱。希望星耀挺住，不要爆雷呀！一群蠢货，等我逃到了美国，你们就留着当怨种吧。咱们的这款新药已经上线销售了吧？没错，预计再过1分钟啊，就会传来销售数据了啊！沈总，数据回传了，结果如何？卖爆了！凌晨上线到现在，已经卖出了整整20亿。什么？上线8个小时，挣了20个亿！哎呀，真的，你没骗我？没错，而且数据还在上涨。成了！果然是成了！我就知道我是投资天才。你算什么投资天才？这功劳啊，都是冉冉的。差点把妹妹给忘了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。这下我们可都要发大财了。这一切都要感谢沈总，没有他，咱们怎么能发财呢？嗨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，真正的功臣是沈总的妹妹沈冉呀？对，星海药业就是沈冉二小姐主导的投资。二小姐真厉害，真厉害！二小姐真厉害！二小姐，我们冉冉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了。妹妹，快上去享受你的成功。谢谢大家。今天的成就，除了在这的家人以外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谁啊？谁呀？她就是我的姐姐沈玉。她就是我的姐姐沈玉。冉冉居然会感谢沈玉这个小贱人。是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种人也值得感谢？你们懂什么？这是冉冉心善，不记仇，不和这个小贱人一般见识。我怎么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呢？要不是姐姐对我的鼓励与支持，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。今天是沈家大喜的日子，我绝对不能把姐姐打骂亲生父母，伙同他人霸凌我，还逼家人吃狗食的事情说出去。什么？沈玉大小姐打骂父母，还逼他们吃狗食？乖乖，这个瓜也太劲爆了！
哎呀，冉冉的心声怎么这个时候释放啊？爸妈，咱们必须要找回场子，否则咱们沈家的脸面可全都丢尽了。沈林，你想怎么做？交给你了。妹妹，把话筒给哥哥。哥，我是不是闯祸了？没事的，有哥哥在呢啊。沈玉，按照赌约，你现在必须跪在我们面前，把你的股份全部献出来。什么？原以为那个赌约是开玩笑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没想到大小姐输得这么惨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赌约？什么赌约？这是沈林的计谋，和沈玉以公司股份立下赌约，就赌今天会不会发财。那沈玉答应了，这不是必输吗？她就是一个事事跟咱们对着干的小丫头，稍微用点激将法，她就上当了。没想到老大还有这种本事，动动嘴皮子就拿回了股权。等夺回股份，我看他怎么再嚣张！我要让他唬得连狗都不如！哎，都是一家人啊，像个狗就行了。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？这继承了老爷子全部本领的沈玉，会这么简单的让出股权吗？跪下！你们好像非常笃定，我肯定会输。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？8个小时赚了20个亿，等过了今天，咱们就能挣回200个亿。从回报率来说，你确实赢了，但可惜，有些事情不能光盯着报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？不跪是吧？来人！既然沈玉不跪，那你们就帮他一把。想动手？来人！什么来人？哎呦！谁敢动大小姐？这是国内吗？我感觉我怎么来缅北了？快走快走！带着保镖参加宴会，这大小姐可是有备而来啊！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大小姐，沈玉，你想干什么？叫来这帮人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只是保护自己而已。看来你是想赖账了。可你别忘了，我手上可是有合同，白纸黑字写着赌约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无耻？每次用亲情威胁我，给你做商业企划，然后自己再把功劳全部抢走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大少爷这些商业计划居然是大小姐做的？就这还公开宣传说是自己的功劳，还真是不要脸呐！就是，沈旭，你放屁！那些商业计划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沈林，你也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。难道不是吗？今天大家挣钱发财，虽然是冉冉的主意，但这个过程中可都是我的精明领导啊！不要脸！沈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想说呀？我劝你赶紧跪下来，把你的股份全部献出来。
时间差不多了。什么时间？没什么，就是配合警方封锁机场的时间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封锁机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觉得我们大家犯法了吧？沈玉，如果说这就是你的手段，那我只能说可悲。没错，我们的钱可都是合法赚来的。放心吧，以你们的脑子，还不配被警方调查。什么？不是我们？那会是谁啊？不是我，爸，我没有。这到底会是谁呢？你们看看周围，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少个人？谁呀？谁呀？啊？是啊，谁呀？是谁？到底少了谁？这不都在吗？就是，大家都在这儿呢。不对，星海总裁不见了。什么？是啊，星海总裁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？那警方肯定是奔着他来的，跑了呗。什么？跑了？沈玉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人家叶总说不定上厕所呢。是吗？把我准备的东西拿来。哎呦，是谁啊？哎呦，这是谁？谁当家说我了？哎呦，哎呀，头发呢？你们先忙，我有事我先走了。别动！警方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涉嫌人体实验使用违禁成分的事情，藏不住了。什么？人体实验违禁成分？真的假的？不会骗人的吧？这要是真的，这些钱不仅会打水漂，甚至还有10倍赔偿，严重者更是要蹲监狱了呀！蹲大牢？我靠，这太吓人了吧！这沈家不是害人吗？就是害死人了！是啊，有这种事情啊！大家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怎么可能这么凑巧？一定是这个沈玉在唬我们。就是，那个叶总裁，你说是吧？等，我就是去上个卫生间。那个，你们先忙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！我说了，别动！沈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敢伤害叶总？小畜生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？警察要抓的人是你们。大小姐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姚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，当然是得到了大小姐的旨意。沈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哼，小畜生，这个节骨眼，你把药叔叫来，哼，是来炫耀的吗？哼，贱人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药叔来了，你今天欠我的赌约也必须得履行。你还真是蠢得可怜啊！贱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大小姐的意思很明显，你们投资的星海药业是违法的，这款最新上市的药物也是违规的。什么？什么？为了防止你不信，我们特意带来了证据。这是星海的人体实验违禁药品的证据。真的假的？天哪！还有这个是拘捕令。啊，这真是拘捕令啊！实验，这人证物证都有了，这星海药业的黑料实锤了呀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完了，全都完了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怎么会出问题？我的能力怎么会失效？怎么可能？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的。你的保密工作做得确实不错，但可惜只
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记住，以后别过分压榨员工。我只是多付了3倍的工资，背叛你的人排成队就来了。这帮叛徒，虽然我不供吃不供住，没有年终奖也没有奖金，但是他们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工资可是有3000块呀！真抠门啊！太抠门了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看来今天的事情是你咎由自取。好你个畜生！你竟敢骗我们的钱！骗了10个亿，你给我还钱！还钱！我投资了20个亿呢，这是我全家的资产了。你们投资，你们赔钱，你们活该！你说什么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打死你！还钱！我问你，你们投资是我拉着你们投的吗？是我管你们要的钱吗？好像确实不是他拉的。咱们今天是第1天见面吧？我的产品有问题，我犯法，我认。但是忽悠你们投资，我不认。你不认？我这么多钱，找谁呀？找沈家呀！是沈家拉你们投资的。对，星海药业确实可恨，但导致咱们真正亏钱的是沈凌，还有那个号称什么投资天才的妹妹，叫什么来着？沈冉。对，就是她。要不是他们兄妹俩联手骗咱们也不可能上当。是啊，是啊。不好，他们不见了，沈家人不见了。真跑了！这沈家人真的是畜生啊！哎呀，还不快走！他们可是抢了我们的钱呢！真是没想到这些人这么耍无赖。不怕，在我拖延时间的时候，除了机场，这发布会现场也一并被封锁了。他们回来了！松手！大小姐，这帮人想要跑，被我抓回来了。现在，参加发布会的所有人，一个都不许走！怎么，想跑啊？沈玉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星海会爆雷？没错，早在3天前，我就已经开始调查星海。你这个小畜生，明知道星海会爆雷，居然不告诉我们！就是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，都怪你！你们要打就打沈玉！对呀，大小姐，你明知道我们会亏钱，为什么还不阻止我们呢？对啊，我们可没得罪你啊！就是啊，各位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我们沈家也是被沈玉这个贱人给坑害了。沈玉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管我叫妈妈。哼！妈妈，哥哥，我不是故意要坑你们的，人家只是想要获得你们的爱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怎样？发现自己把事情闹大，无法收场，所以害怕了呗。哎呀，对妈，你别忘了，那个沈月可最怕失去你啊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个小畜生，既然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那我们就给你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妈妈你说。我要求你跪在我们面前道歉，再把你的股份献出来。另外，欠这些人的钱，你要卖掉自己的资产赔偿啊。可是妈妈，这亏的钱也太多了，我的资产赔偿不起。你们可以帮帮我吗？如果实在不行，你自己欠的钱，凭什么要我们帮你还？哼，就是，这可是你自己弥补过错的机会啊！我们的钱可是要留给冉冉的。行了，赶紧跪下道歉。看来你们这些人，还真是给机会也不中用啊！你说什么？给我们机会？
你不是要弥补过错吗？刚才我故意服软，也是想看看你们的态度。果然，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配得到救赎。你这个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跪下道歉，要不然我永远不会认你。申卫良，你不会以为我大费周章就是为了给你们下跪吧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难道不是你最害怕失去爸爸和妈咪的吗？就是，小畜生，你不怕失去我们吗？我只怕你们继续吸我的血。你这个贱人！你乱说什么呢？谁吸你血了？诸位，你们一定很愤怒，我为什么不警告你们吧？对呀，你要是说了，我们也不至于被骗这么多钱呢。就是，大小姐，你不安好心呐。要说我觉得嘛，倒也可信。哎呀，我也觉得可以赌一把。这就对了，各位放心，等过了明天，我会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。好言难劝想死的鬼啊！诸位，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把他们全都围起来！走，围起来，围起来！你要做什么？冷静点，别动！狗东西，还钱！今天不还钱，你们谁都别想走！不是你别打人呐，有话好好说呀！都是我的错，不要再欺负哥哥们了。好好说，你们亏了我们100亿，还让我们好好说话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还钱！沈家这些人呐，还真是咎由自取。天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把这个叶总送到警察局去吧。是，来人，把他带走。不要啊！那咱们呢？现在的沈氏已经乱了，是时候将其彻底摧毁。大小姐，您准备怎么做？沈氏这波亏损了200亿，势必会严重影响现金流。咱们只要以玉皇的名义出手，就可轻易将其收购。妙啊！大小姐，原来您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为了收购沈氏做铺垫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那种会因为家长里短就影响事业的人？原来的你像，现在的您不像。以前的沈玉已经死了。放手！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是你让他们住手的？是我。我就知道你是害怕我们受到伤害。沈玉，还不快叫你的保镖把他们赶出去！还要把给我们的钱还了，否则我们不会原谅你。你们可能误会了，我让他们停手，是因为沈凌该履行赌约了。沈玉，你说什么？让我履行赌约？你没看到我有多惨吗？非得落井下石啊！就是，咱们一家人哪有什么隔夜仇啊？我做主，这赌约就当是一个玩笑。你说是玩笑就是玩笑，刚才你们逼我下跪拿出股份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玩笑呢？那你是女孩子嘛，以后沈家肯定是要男孩子接班的呀。哪来的傻逼规矩？时代早就变了，你自己甘心被封建压迫一辈子，就别怪别人骂你脑瘫。你个臭丫头，我今天扇死你！你竟敢吵我！上次在校长办公室，我就警告过你了，这一巴掌我想抽很久。你个畜生！我今天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大家都来看看呀！这女儿欺负她老妈了，她欺负她老妈了！神经病，抬远一点！天杀的畜生！我不活了！清静多了。沈凌，
下跪。沈玉，我可是你亲哥呀，能不能不下跪呀？当然不行，你不仅要下跪，还要把欠我的股份拿出来。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个样子呢？你们以前欺负我的时候，有把我当过一家人吗？要说，既然他不想，那你帮他。明白。不要伤害沈林！要说，好歹都是沈家人，何至于此啊？滚开！沈家，我只认大小姐。要说不要，放开我！我的股份，我的股份大小姐，股份搞定了。小畜生，你笑什么？你看你哥挨打，你开心了是吗？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真是一点良心都没有！我是笑沈林努力了大半辈子跟我争权，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开心吗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。就是沈玉，你不要以为拿了沈林的股份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告诉你，沈家还有我们呢。没错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别想欺负冉冉。我可没时间欺负你们的宝贝女儿。要说，明白。沈玉，你闹也闹了，作也作了，这200亿还是你来还吧。沈北良，你脑子坏了吧？你们欠的外债凭什么要我还？凭咱们是家人。家人？你不说我还忘了。由于股权交接顺利，7天后我会正式和你们断亲。你现在要跟我们断亲？你以为我在骗你们吗？要说，董事会那边的人都联系好了吗？回大小姐，董事会的人都到齐了。很好，通知他们，半小时后我会发起罢免沈林总裁职务的会议。是。你敢？你沈家废了！错把榆木当珍珠的蠢货！对了，提醒你们一句，在你们挨打的时候，你们的好女儿冉冉已经跑了。冉冉，沈冉他真的跑了，亏咱们还把她当妹妹啊，还替她扛事呢。就是，要不是她，我们怎么可能亏这么多钱？少跟我废话！你们什么时候还钱？我们的钱也亏了呀！就是啊，没钱，那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了。兄弟们，动手！你们给我还钱！哎呀，还钱！快给我还钱！我的钱也没了，我的股份也没了，我总裁的职位也被罢免了。都怪沈玉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老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能怎么办？这事儿是你们和冉冉做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都怪沈冉，非要给咱们推荐这什么项目，早知道就不该信他了。算了，冉冉的事儿回去再说。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沈玉。之前呢，我尝试着给他送礼物缓和关系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再加上今天这种情况，我怀疑啊，他这是真的要断亲了。断就断呗，这好事情，这样的妹妹我才不想要呢。你是不是蠢？我还解释啊？怪不得你爷爷看不上你。我蠢，你聪明，你说。哎，记住，忠诚比实力更强。现在，沈玉手握30%的股份，若是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废掉。也要废掉沈玉？没错，只要把他废了，嘿嘿嘿嘿，我有10000种手段拿回股权。老公，
你有这办法，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以前那不是念着女儿情分吗？再说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若是报了，那要把牢底坐穿呐。对付这种小畜生，就得来硬的。人家不都说吗？想让女儿乖乖听话，必须要折断她的翅膀。好，那就再给他最后一个机会。小风，你去劝劝他，沈玉跪地道歉，再拿出15%的股份，我可以当做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否则，好，那我试试。哎呦，我去！走吧，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哎呦，不去找冉冉了？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肯定是他害怕，躲回家里去了。咱们在这儿替他挨打，他倒好，自己躲回去了。我决定，我罚他3天不能跟我说话。哎呀，算了，人家冉冉还是个小女孩，你还想拿人家怎么样啊？那今天的事情怎么处理啊？我可以和冉冉谈。再说，沈玉的股份也都是给他的，到时候啊，再从他的分红里拿出来一部分，咱们再凑凑，估计啊也够。这样也好，毕竟是咱们沈家的宝贝，惩罚太过了，万一让他伤心怎么办？他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这些事情，也是可怜呐。没关系，等沈玉屈服，让他专职做冉冉的女仆。我看行，这样既能锻炼他，又能弥补冉冉。哎，爸，你说这沈玉能答应咱们这要求吗？哼，不答应就死路一条。这个家我做主。大小姐，董事会决议出来了，罢免沈凌职务，但集团的掌权者依旧是沈北良。无妨，能打到一条腿就可以了。把我的股份和沈凌的股份全都转移到玉房。不趁乱收购其他人的股份？不急，等过几天，我会让他们亲手把股权送给玉皇。大小姐依旧要用沈冉做棋子。沈冉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了，他现在能做的只有救下那位黑道少爷，以此来换取咱们的命。大小姐，您是要以身作饵，这太危险了。富贵险中求，我要利用这次机会，彻底覆灭沈家。我会安排好一切。沈玉，沈玉，沈玉，沈峰，咱们聊聊。没兴趣。沈玉，哎，沈玉，你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快去给爸道个歉，不然你会后悔的。你们所谓的后悔，该不会是暗中把我的股份抵押出去，再用各种肮脏的手段清婚吧？你知道就好，在这个家，爸才是主人，他的怒火你接不住啊。那就让他试试。沈玉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连后悔都来不及。与其担心我，倒不如担心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只是提醒你，别被人卖了，还替人数钱。被人卖了？难道沈玉说的是冉冉？爸，沈玉拒绝道歉。你说什么？沈玉拒绝道歉？我说了，但他不听。哼，不要脸的东西！既然如此，通知集团，把沈玉所有的资料都调出来，再安排几个人造他的谣，就说他未婚先孕。爸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沈玉毕竟也是咱们家人。什么家人呢？不能为我所用，唯有废掉。哼！沈冉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我们在替你挨打，你可倒好，自己在这吃上饭了。就是，哎，你自己看看，你知道那帮人有多过分吗？冉冉，
今天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背锅，妈妈不喜欢不负责任的女儿。爸爸妈妈，哥哥，我没有逃避责任，我提前离开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天罡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聂天罡，是江城黑道的少爷。妈，黑道聂家的少爷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冉冉，你怎么招惹上这座瘟神了？是不是他威胁你了啊？别怕啊，哥哥们都在呢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们误会了。天罡，你来跟大家解释吧。冉冉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聂天罡发誓要守护冉冉一辈子。你说什么？冉冉是你的救命恩人？没错，今天我骑车发生了车祸，要不是冉冉刚好路过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这就是你说的重要事情？没错，从今天开始，天罡会带领聂家替咱们沈家铲除一切障碍。冉冉，你糊涂啊！对呀，和聂家扯上关系，对咱们沈家没有好果子吃啊！大哥、二哥，今天的事难道你们还没看明白吗？明白什么？沈玉不仅要断亲，更是要夺走咱们的一切。他根本就不是来索取爱的，他是来释放恨意的。冉冉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啊！从咱们被打到那个被迫还款，那个沈玉不仅不帮咱们，还在背后煽风点火。姐姐已经疯了，我怀疑等到她成功的那一天，咱们都得付出代价。而且我救天罡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你们啊！冉冉，你没骗妈妈吧？你带聂天罡回家是为了我们？对，你们别看天罡一副流氓样子，其实他很温柔的，而且他也已经跟我发誓，以后只听我一个人的话。为了冉冉，我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。你也是个傻孩子，好端端的要自己的命干嘛？哎，这样也好，反正沈玉那个贱人现在不把自己当人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姐姐竟然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其实她早就想害死我们了。冉冉，此话怎讲啊？爸爸，你难道就不好奇吗？沈玉为什么会提前收集星海的资料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明白了。星海的事情，没有人告诉过他呀。对呀，他为什么呀？因为沈玉想让咱们大家都去死，他肯定从别的地方提前知道了咱们要投资星海，估摸着就是要搅黄咱们呢。还真是，要是星海晚2天爆雷，咱们大家都得赚爆啊！对啊，这个沈玉，他分明就是不想让咱们好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也没有后路可退了。咱们和沈玉之间只能留一个。可是沈玉现在如日中天，我们却跌入谷底，怎么斗啊？我不是派人已经搜集他的黑料，让人造谣未婚先孕了吗？爸，还不够。姐姐已经成事了，这些小手段只会换来她更疯狂的报复。若是再次被她抢占先机，咱们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冉冉，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事到如今，唯有借刀杀人了。老天爷生气了！没事的嘛，就算真有天打雷劈，那也是先劈了沈玉那个小贱人。对对对，冉冉，你到底想怎么做呀？这借刀杀人，谁来做这把刀啊？我。冉冉啊，你是说你要牺牲你自己？没错，爸爸妈妈对我这么好，我牺牲自己又能如何？就是可惜刚认识天罡，还没有好好接触呢。
冉冉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受苦了。冉冉，我来当你的刀。什么？你？没错，冉冉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既然恩人有难，我理应帮忙。天罡哥哥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天罡哥哥真是好人，认识他是我的幸运。可惜我们没有以后。冉冉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天罡哥哥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谢什么呀？等摆平了沈玉，我带你回家见我爸。好。既然聂公子要出手相助，我就代表沈家先向你道谢了。好说，都是为了冉冉。哎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放心，我早有计划，保证废掉沈玉。走神了，下次注意。大小姐，您是练过拳？这进步也太快了。5岁的时候练过，只是后来为了家人放弃，现在算是重操旧业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3位可是国家级的教练，您这样下去都得请国际级的选手给您陪练了。钱不是问题，我只需要最强的教练。明白。大小姐，我妈刚才来电话说沈冉带回来一个男人，正是您说过的聂天罡。我早就知道。事到如今，唯有借刀杀人。我来当你的刀。放心，我早有计划，保证废掉沈玉。在他们外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别墅的每个角都装了监控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佩服，大小姐的布置果然天衣无缝。告诉底下的人准备好，沈家现在面子和权力都已经跌到谷底，该收网了。明白。我去上学了，今天不用送我，去办事。准备行动吧。明白。大小姐的手段真是厉害呀。是啊，先是在成人礼上惩戒了沈冉，使沈家丢了面子，接着又在学校展现手段，让沈家失去外部助力，最后在发布会上发动反击，让沈家失去金钱和财富，使其陷入绝境，之后再将其彻底击溃。搞这么复杂干嘛？直接废掉不就好了吗？你懂什么？若是直接动手，不仅留下案底，也无法掌控集团。更重要的是，不把他们拥有的一切都剥夺，还怎么让他们失去理智呢？哦，我好像明白了。记住，愤怒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理智。终于排队轮到我了，玉玉，之前是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哎，神经病！哎，玉姐，你来啦！大小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学校转来了个新人。不知道，也没兴趣。可是那个人叫聂天罡。聂天罡？对，就是他。听说他是江城黑道家族的少爷，手里掌握着地下世界的权势，为人穷凶极恶。看来沈冉终于按捺不住。沈冉？大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聂天罡是沈冉找来对付你的？答对了。不怕，有我们在，谁都不能对你动手。对。谁叫沈玉？给我站出来！谁叫沈玉？给我站出来！大小姐，你先走。
不必。谁是沈玉啊？我就是沈玉。就你欺负冉冉是吧？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天罡，你冷静一点。天罡居然为了我真的动手了，有他在真好。冉冉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是这种欺辱父母、打骂亲妹的畜生，我必须给他一个教训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教训我。哼，你很拽啊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动了你，你们沈家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没人会为你出头。那你信不信？你要是动了我，你们聂家将会迎来灭亡的代价。你放屁呀！啊！死贱人，信不信老子抽死你！讨厌。哎呀！喂，谁呀？聂侯，你们家的狗是不是忘拴绳子了？是沈玉吧？我儿子聂天罡，你见到了？既然你知道，那看来这条狗你管不好。小丫头，不要口气这么狂，小心吃亏呀！多谢提醒。既然你爸不管你了，那我们慢慢玩。好啊，你想跟哥哥怎么玩？出来！啊！我想到了个办法，让哥哥在你的屁股上烫几颗烟花。你要是再乱说话，你信不信我杀你全家？哦，我好怕呀！姐姐，你冷静一点，天罡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走开，这儿没你说话的份。你他妈敢动冉冉，信不信我把你手给剁了？看来你是真的活腻了。妈的，比老子还狂！好，今天我不玩死你，我就不信你！干什么？弄他！来得好。下次找几个厉害的来。大小姐无敌，大小姐太厉害了吧！没想到大小姐还是隐藏的散打高手。沈玉怎么变得这么强了？沈玉，你他妈找死！我弄死你！还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怎么这么强？姐姐，你别这样，天罡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好啊，那我也和他开玩笑。姐姐，你疯了吗？聂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少废话，这聂天罡五毒俱全，我是为民除害。你要是心疼的话，那就跪下给我磕头，我就放了你。姐姐，好，我跪，反正也是为了天罡，没关系。冉冉，不用跪，我扛得住。我没说我扛得住。你要是不跪，我就把聂天罡的头按进马桶。哦，是啊，我是聂家的少爷，沈玉他不敢。好啊，看来你是不想跪。走，放手！你要干什么？放手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哎呀，就是这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好啊，大小姐干得漂亮！姐姐，你快住手！饶了天哥，念爷不会饶过你的。别急，我很快让他死。哎，念爷，舒服吗？舒服啊！聂，不好了，少爷被摁在马桶里喝尿。什么？聂红，你儿子真像一条狗。我操你妈！臭婊子，我弄死你！来人！聂，你安排几个人做了他？您是要？没错，是。天刚，你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屈辱，不会就这么算了吧？算了，怎么可能？爸已经动手了。怎么动手？到了路口，我爸安排的杀手，瞬间就能让他毙命。你们这是要除掉他？没错，我聂家在江湖混，靠的就是面子。谁折我聂家的面子，谁就要死。太好了，这个好消息，我一定要把爸爸妈妈都叫过来。好，大小姐，这位是调查局的负责人张局。张局好，收到我的邮件了吗？你确定那些证据都是真的？没错，都是聂家犯罪的事实，你们只需要设局抓捕就行了。我不是没想过动聂家，但是那个老狐狸太狡猾，除非抓他一个现行，否则他肯定销毁证据，逃之夭夭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，让你的人暗中跟着我的车。您是想以身作饵？没错，聂红身为地下龙头，绝对咽不下这口气，肯定会派人杀我。你们听我命令抓捕。大小姐佩服。不过是各取所需。我看过文件，里面还有你们沈家人贪污受贿、违法乱纪的资料。他们不是你家人？很快就不是了。沈鱼来了！靠，凭什么呀？咱们什么都没有，凭什么他坐好车呀？就是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咱们是一家人。哎呀，行了，没有后路了。聂爷可有把握？哼，一个小丫头罢了，我有100%的把握。好，答应你的钱已经到账了。记住，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啊，你们离开江城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我知道规矩。动手！聂爷，任务完成。趁着警察还没来，享受胜利果实吧。死了吧？留了这么多血，肯定死了。臭婊子，敢惹你聂爷，还敢让你聂爷的宝贝儿子吃屎，你也配！我操！贱人，活该！欺负冉冉，欺负家人，死了也活该！从此以后，这个世上再也没有沈玉了。对呀，这个害人精可算是死了。爸妈，咱们是不是玩脱了？现在玉玉死了，真的死了。死了也好，他死了以后
就没有人再气咱们了，也没有人再跟咱们抢股份了。可是沈玉，他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沈玉，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情。他怎么没有？他欺负冉冉。对，就是，他明知道冉冉吃芒果过敏，还逼冉冉吃。你们忘了吗？沈冉不是芒果过敏。当时沈玉把体检报告放在了地下室，是你们不信。对呀，冉冉，你芒果不过敏，为什么说是沈玉呢？我也不知道我什么过敏，我当时和你们解释过了呀。这不怪冉冉，那沈玉当时还在学校打妈了呢。对啊，这件事我知道，是沈冉挑事，爸妈拉偏架，沈玉是被动还手的。那发布会呢？怎么算呢？沈玉当时早就提醒你们了，说这笔投资会黄，是你们执迷不悟，相信了沈冉。我们相信了沈冉，好像还真是这样啊！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事论事。沈冉，有些事情你做的真是太过分了。听沈峰这么一说，我回过神来。冉冉，作为惩罚，沈玉身上的股份，我们只能分你一半。什么？不行！什么？你说不行？没错，我费那么大劲，天天装乖乖女讨好你们，就是为了这些股份。你现在告诉我只能给我一半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！你什么？冉冉，你这个乖乖女是装的。哼，不然呢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沈冉是真心对你们的吧？我呸！天罡，这些人要抢我的股份，你答应吗？那我就让他死！聂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这冉冉现在是我聂家的女儿，她的股份你们必须拿出来，否则死。你的女儿？那是当然。冉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为你牺牲了那么多，甚至亲手害死了我们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不为什么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你们沈家现在已经落魄了，根本就不值得我再继续讨好。我的心现在只属于聂红爸爸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王八蛋！你还说过想跟我煲一辈子汤呢。煲汤，让你们的死女儿煲吧。哦，对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你们知道，其实沈玉从来就没有欺负过我，她对我很好，对你们也很好。其实啊，她很单纯的。那你为什么？你是傻了吗？当然是为了取代他。只有取代他，你们沈家的一切才都是我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们可是能听到你的心声的呀！对呀。哦，你说这个，沈家都是一群蠢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的特异功能啊！我
可以编造我的心声，所以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什么？看来我们是上了坏人的当了，居然害死了我们自己的女儿。那是你们活该。我说弄死沈玉的时候，你们可没人拒绝啊！沈冉，我他妈跟你拼了！滚一边去吧！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签了这份资产转让合同，你们就可以滚出江城了。不签就死！我签，我签！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啊！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沈玉，没错，是我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这，起来吧。他奶奶的，这两刀也太狠了，差点干掉我2根肋骨。拜见大小姐。好，表现得不错。大小姐满意就行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蠢货，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大小姐设的局，目的就是引你们出来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把你们一网打尽。什么？不好了，聂爷，我们被警察包围了。沈玉，这是你做的局，精彩吗？确实好手段。爸，没时间了，咱们突围吧。走不了了，儿子。警察既然已经出动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沈玉，贱人，为什么要害我聂家？害你们的可不是我，是沈冉。我不相信，不可能！沈冉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难怪你聂家会灭亡，原来有你这么个蠢物。算了，懒得解释。要说，把人带走。动手！慢着！聂爷还想反抗？成王败寇，我认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我会败得这么彻底？很简单，因为我能听见沈冉的心声。什么？你也能听到沈冉的心声？你果然能听见！沈玉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说我怎么败得这么彻底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！我还有个本事，你绝对不知道！预测未来，预测……怎么不管用了？怎么回事？看来你除了特异功能，就是一个废物。你的寿命已经不够支持你预测未来了吧？你怎么……这个贱人，你算计我！你逼我使用寿命！你猜对了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聂爷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看来是天要亡我！大小姐小心！你居然亲手杀了你自己的儿子！这
这个废物，要不是被贱人利用，我岂能败？还有你们，也是被这个贱人耍得团团转的一群废物。我在下面等你们。没想到一代枭雄就此陨落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玉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现在才知道真相吧？对呀，都怪沈然，要不是他，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对你啊？对不起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好不好？我们知道错了。妈妈不想坐牢啊！沈冉确实有错，但是你们这些人眼盲心瞎，觊觎我的股份是事实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不要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开始，不是了，这是断亲协议，你们收回。我真要失去女儿了，这都是我们咎由自取，我们活该呀！我们爱错了人了，我错把榆木当珍珠啊！活该啊！你们真是活该！一个瞎子，一个聋子，一个傻子，一个软蛋，一个废物，就你们也配得到爱？你们不配！是我眼瞎，是我找死！爸，要说将这些人带走，把所有股权收回。从今日起，沈氏并入玉皇集团。明白，动手。玉儿，玉儿，大小姐，新的人生开始了。是啊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董事长沈玉上台致辞。大小姐，这一刻终于来了。诸位，就在昨天，沈氏所有股份已经全部归我掌控。我宣布，沈氏并入玉皇集团，我将带领诸位抢占华尔街。